重生归来，我喝下3升清水，只为占满胃里最后一点空间。只因上一世，双胞胎妹妹将吃下的所有热量全都转移到我身上。她笑着在镜头前大吃特吃，成了食量惊人的大胃王主播。我却胖到300斤，未婚夫也与我分手，转身投入妹妹的怀抱。后来，妹妹为了流量，直播挑战连吃10个巨无霸汉堡，而我则因急性心梗，嘎在了去医院的救护车上。在睁眼，我回到了妹妹刚签约成为美食主播的那一天。爸妈，我成功了！星耀传媒看中了我的潜力，要捧我做美食区一姐。不愧是我的女儿，从小就吃的多还不长肉，这天赋就该让全国人民看看。微微你放心，家里全力支持你。未婚夫沈彻也站在一旁，眼神里是对林薇毫不掩饰的欣赏与爱慕。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微微。都是姐姐的功劳呢，要不是姐姐从小陪我吃那么多东西，我也练不出这么好的胃口。说起来，林念，你该跟你妹妹学学，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就是姐妹俩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怎么身材差这么多？你但凡有点毅力，也不至于让沈彻带出去都丢人。沈彻的眉头微微皱起，看向我的眼神里，那份熟悉的厌恶又浮了上来。前世的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歇斯底里的试图向他们解释这个诡异的真相。我告诉他们，林薇吃的每一口高热量食物，最后都变成了长在我身上的肥肉。可他们只觉得我疯了，因为嫉妒而变得面目全非。这一次，我不会再做那种蠢事。妹妹，恭喜你！林念，你能想通最好。微微的事业刚起步，你作为姐姐，理应支持她，而不是给她添乱。我知道了。孩子们，为了庆祝微微签约，今晚我们去与品哥吃大餐。谢谢爸爸，我要吃他们家的佛跳墙，还有东坡肘子，还有……林薇一连串爆出10几个油腻厚重的菜名，每说一个，我的心脏就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1分。林薇，这一世该尝尝这滋味的人是你了。晚宴上，精致的菜肴如流水般端上桌，金汤佛跳墙，色泽油亮的东坡肘子，还有铺满了蟹黄的焗蟹斗。林薇的眼睛在放光，她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仿佛饿了3天3夜，一边吃一边发出夸张的赞叹，引得爸妈和沈彻都笑盈盈地看着她。慢点吃，没人跟你抢。妈妈慈爱地给她夹了一大块肘子皮，沈彻也体贴地为她包好一只虾，送到她嘴边。我们微微吃东西的样子最可爱了。林薇一边往嘴里塞着食物，一边用眼角的余光瞥我，见我什么都不吃，她眼底闪过一丝算计。姐姐，你怎么不吃啊？是不是还在为白天爸妈说你的话生气？你别怪爸妈，他们也是为你好，你确实需要管理一下身材了。瞬间，饭桌上温馨的气氛凝固了，爸爸的脸沉了下来。林念，你又在闹什么脾气？一家人开开心心吃顿饭，你非要摆个脸色给谁看？就是微微都这么懂事的劝你了，你还这么不懂事。林念，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微微马上就是公众人物了，你作为她的家人，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给她拖后腿？我没有抬头，也没有反驳，只是捂住了胸口，发出一声压抑的痛呼，身体晃了晃，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沈彻不耐烦地问：你又怎么了？我心口好闷，喘不上气，肚子也好胀，好难受。我用手撑住桌子，做出干呕的动作。林薇的脸色第一次变了，她停下了筷子，眼神里有一丝恐慌。怎么回事？刚刚不还好好的吗？你别是装的吧？我没有力气再说话，只是呼吸越来越急促。沈彻看着我煞白的脸，眼神也从不耐烦转为一丝动摇。他看起来不像是装的。算了，别吃了，去医院。去医院的路上，林薇的目光一直锁定在我身上，仿佛要将我洞穿。到了医院，我被直接送进了急诊。我坚持要求做最全面的检查，包括心电图、血常规，尤其是血脂和血糖。医生是个严谨的中年女人，看了我微胖的体型，又听了我的主诉，便开了单子。等待结果的时候，沈彻和爸妈都守在外面，他们的耐心显然已经快要耗尽。我看他就是小题大做，肯定是最近控制饮食，饿出低血糖了。沈彻没说话，他抱臂靠在墙上，只有林薇，她坐在长椅上，眼神飘忽不定，她在害怕一些超出她认知的事情发生。很快，护士拿着一叠报告单走了出来。林念的家属是哪位？我们是。病人的情况不太好，你们跟我来一下，医生有话要说。这句话让几人都愣住了，他们跟着护士走进医生办公室。没过多久，办公室里就传来了我妈难以置信的声音：什么重度脂肪肝、高血脂，血糖也严重超标？医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女儿才22岁啊！还有心律不齐，这怎么可能？很快，爸妈和沈彻失魂落魄地来到我病房，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复杂和困惑。林薇迎了上去，急切地问：怎么样？医生怎么说？妈妈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沈彻拿着那份报告单走到我面前，他的眼神多了一种探究和审视。林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说你的身体数据像一个暴饮暴食多年的50岁中年人，可你今晚明明什么都没吃。我也不知道，我最近一直在控制饮食，每天只吃水煮菜，运动1个小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身体会变成这样，
我好害怕。我恰到好处地挤出几滴眼泪。这番话让沈彻陷入了更深的迷茫。就在这时，林薇突然开口了，声音充满委屈：“姐姐，你是不是背着我们偷吃什么了？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嫉妒我能吃不胖，可是你不能用糟蹋自己身体的方式来报复我们啊！”这番话堪称绿茶的顶级艺术。果然，爸妈和沈彻动摇的眼神又一次变得坚定起来。肯定是这样，我就说嘛，他怎么可能管得住自己的嘴？肯定是背地里吃了多少垃圾食品。林呀林念，你真是太让我们失望了。沈彻看着我的眼神也重新冷了下去，他将那份体检报告直接摔在我身上。林念，我真是看错你了。你为了博取关注，为了让你妹妹难堪，竟然用这种自残的方式撒谎，你太恶毒了。我看着他们那一张张写满了果然如此的脸，心中没有半分波澜。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从医院回来后，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爸妈勒令我禁足，并没收了我的手机和钱包。从现在开始，你好好待在房间，彻底杜绝偷吃零食的可能。林念，在你冷静下来之前，我也不会再见你了。被待在房间的第一天，我反而感到了一种奇异的平静。爸妈把我的房门从外面反锁，只在3餐时间才会打开一条缝，把饭菜从门缝里递进来。那些饭菜的量少得可怜，一碗白粥，一碟水煮青菜，偶尔有一小块鸡胸肉。这样也好，省得我演戏了。我盘腿坐在床上，将玉坠从衣领里拉出来，放在掌心仔细端详。前世的我从来没有认真看过它，只觉得是一块普通的传家玉。但现在，在午后阳光的照射下，我发现玉坠的内部似乎有某种流动的物质。我试着再次集中意念，将注意力全部倾注其中。这一次，玉坠的反应比之前更加强烈，冰凉的能量沿着手臂一路向上，蔓延到全身。它好像在修复我的身体。修复的过程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当我再次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出了一身黑黄色的黏汗，散发着一股油腻腐败的气味。我费力地站起来，走到房间角落的洗手台前，用冷水冲洗了脸和手臂。然后我看向镜子里，脸颊明显受了一拳，双下巴消退了大半，连锁骨都隐约可见。原来如此，逆转的关键不在于我吃了什么，而在于我的意念有多强烈。前世的我怨气冲天，却无力反抗；现在的我有的是恨意。接下来的6天，我每天都花大量时间与玉坠沟通，逐渐摸索出了它的规律。逆转的效果与目标对象的距离成反比，距离越近，效果越强。最重要的是，我的意念越集中，越纯粹，逆转的效率就越高。到第7天的时候，我的体重已经从入院时的100公斤降到了90公斤，可我不敢瘦得太快，以免引起怀疑。演戏要演全套，在他们眼里，我还是那个又胖又蠢，只会嫉妒妹妹的林念。这7天里，林薇来看过我，她站在门外，隔着门板用一种试探的语气跟我说话：“姐姐，你在里面还好吗？爸妈也是为你好，你千万别怪他们。”我知道的，大家都是为了我身体着想。姐姐，你明白就好。对了，最近你有没有觉得身体有什么变化？比如突然变瘦了之类的？林薇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我靠在门板上，嘴角微微上扬。变瘦？我每天只吃那么点东西，当然会瘦。怎么了？没什么，随便问问而已。他说完就走了，脚步声轻快的像只小鸟。星耀传媒为林薇策划了一场盛大的直播，挑战1小时内吃完10桶超辣火鸡面。为了这次直播，公司对他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和预热。井号天生吃不胖的瘦子美少女，井号大胃王界的颜值天花板，井号各种热搜词轮番轰炸，吊足了网友的胃口。直播当天，林薇特意打扮得光彩照人。姐姐，待会儿我的直播你可要好好看哦，公司给我买了最好的推荐位，今晚过后我就是真正的网红了。而你呢，只能像现在这样被关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我最喜欢看你嫉妒我，又拿我没有办法的样子。我没有说话，只静静地看着他，然后走到他面前为他整理了一下微乱的衣领，领子有点皱。与此同时，我另一只手正死死地攥紧胸前的玉坠，一股冰凉的触感从玉坠传来。我将前世今生所有的恨意，所有的不甘，所有的痛苦，全部凝聚在这一刻。逆转吧，把属于我的一切都还给我，把属于你的一切都还给你自己。好了，祝你直播顺利。林薇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没发现什么异常，冷哼一声，转身走了出去。我看着他的背影，缓缓地吐出一口气，然后我走到书桌前，打开了那台只能用来看网课的旧电脑。林薇的直播间已经突破几10万的在线人数。薇薇老婆来了，今天也好美。仙女吃火鸡面，这是什么神仙场面？期待微微的食量，加油！林薇甜笑着和大家打招呼，然后10桶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火鸡面被端了上来，红得发黑的酱汁裹着每一个面条，光是看着就让人头皮发麻。今天我就要挑战吃完它们。林薇拿起筷子，意气风发地宣布，然后她夹起一大块子面塞进了嘴里，第1口，第2口，第3口，她吃得很快，完全看不出任何勉强。这么辣的面，她眼睛都不眨一下。太牛了，这位是铁打的吗？微微不愧是你，
沈彻的名字也出现在了打赏榜的第1位。他刷了10个嘉年华，我静静地看着屏幕，看着林薇一口接一口地吞咽着那些高油、高盐、高热量的食物，而在我的身体里，那股沉重油腻的感觉并没有出现，反而是腹部常年堆积的脂肪，似乎正在慢慢消散。有用了，真的有用了。今天对林薇做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测试，效果立竿见影。她吃下的3桶火鸡面，至少有1/3的热量被我逆转了回去，但我能感觉到，这并非没有代价。梳妆镜前，我的脸色比白天更加苍白，掌心赫然多了几道像干枯树根一样的黑色纹路，从指尖蔓延到手腕，触目惊心。这是什么东西？我试图用意念驱散那些黑纹，但它们纹丝不动，反而隐隐有一种灼烧的痛感。就在这时，玉坠突然变得滚烫，一股不属于我的记忆碎片猛地涌入脑海。只见一个模糊的身影，穿着古代服饰的女人，同样攥着这块玉坠，七窍流血，倒在了一片废墟之中。那女人嘎前最后一句呢喃，像是跨越了千年，清晰地回荡在耳边：逆转阴阳，必成其重，窃取之物，将以命偿。我猛地松开玉坠，大口喘着粗气，冷汗浸湿了后背，低头再看自己的掌心，那些黑纹已经消退了大半，但虎口处留下了一个淡淡的，像是被灼烧过的黑色印记。原来如此，这块玉坠不是阿拉丁的神灯，它是一把双刃剑，每一次使用都是在透支我自己的生命力。那些黑纹就是代价，如果我毫无节制地使用它，那个幻象里的女人的结局就是我的下场。以命偿，我这条命本就是捡回来的，就算要下地狱，我也要先拉上它。不过我不能蛮干，必须计算好每一次逆转的性价比，距离越近，效果越强，消耗的精神力反而越小。反之，像今天这样隔着房间远程干扰，消耗巨大，还留下了痕迹。我深吸一口气，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小本子，在第1行写下日期，第2行写下林薇摄入的热量估算，第3行写下自己逆转的比例，第4行标注着精神力消耗等级。之后我的目光重新回到屏幕上，林薇已经吃完了第3桶面，额头上开始冒汗，但她解释说是被辣的，可我看得分明，那不是热汗，而是油腻的冷汗。她的脸色也开始出现不自然的潮红。吃到第5桶的时候，速度明显慢了，她开始不停地喝水，脸上的笑容也有些僵硬，弹幕开始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怎么感觉微微有点吃力了？是啊，脸都好像肿了一圈。错觉吧，可能是辣的。不是错觉，她那身原本宽松的连衣裙，腰部的线条已经开始变得紧绷。当她吃到第7桶时，突然捂住了嘴，胃里发出一阵巨大的、清晰可闻的翻江倒海声。她猛地推开桌子，踉踉跄跄地冲出了镜头，紧接着直播间里就传来了剧烈的呕吐声。主播吐了，挑战10桶，结果7桶就吐了，这也叫大胃王？前面的热搜买的吧，人设崩得太快了。而林薇的首次正式直播以一场惨烈的翻车宣告结束。林薇，你尽管吃，你吃的每一口我都会给你记在账上，等到对赌协议结算的那一天，我会让你连本带利一次性付清。我关掉电脑，靠在椅子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再次照镜子时，明显看到脸颊的浮肿消退了一些，下颌线也清晰了少许。虽然依旧胖，但那种病态的臃肿感正在慢慢褪去。而林薇直播翻车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井号大胃王微微直播呕吐，井号星耀传媒虚假宣传2个字条，在短短半小时内冲上了热搜榜首。他的账号一夜之间掉了10几万粉，星耀传媒的公关电话几乎被打爆。那天晚上，我爸气得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我妈则抱着从直播公司狼狈逃回来的林薇，心疼得掉眼泪。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明明还能吃的，可是肚子突然就好胀好难受，都是灵念，一定是他搞的鬼。开播前他碰过我，一定是他对我做了什么手脚。又来了，这套熟悉的甩锅说辞。林念，你怎么就见不得妹妹好呢？你把她的前途都给毁了，知道吗？妈，林薇说怪我，有证据吗？我只是碰了一下她的衣领，这能算什么证据？难道要告诉所有人我拥有超能力，能用意念让她呕吐？还需要什么证据？家里出了这么多事，哪一件跟你没关系？先是体检，再是直播，你究竟做了什么？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是沈彻来了。他显然也看到了热搜，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林薇一见到他，就像见到了救星，哭着扑进了他怀里。阿彻，我的事业全完了，呜，都是姐姐害我的。沈彻抱着他轻声安慰，看向我的眼神却充满了冰冷的失望和决绝。随后他把我单独叫到了阳台。林念，我们解除合约吧。果然跟前世一样，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毫不留情地抛弃我。为什么？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又胖又懒，还心胸狭窄，恶毒地嫉妒自己的亲妹妹。你再看看薇薇，那么努力，那么阳光，为了自己的梦想拼尽全力，你根本配不上我，更配不上沈家未来女主人的位置。我以前真是瞎了眼，才会觉得你安静懂事，现在我才发现，那不是安静，是阴郁。你心里住着一个丑陋的怪物，见不得任何人比你好。
沈彻，你会后悔的。你今天放弃的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能接近真相的机会。沈彻没有将我的话放在心上，大步流星地离开了。客厅里，林薇还在抽泣。沈彻走过去，温柔地对她说：“微微，别怕，有我呢。那个直播公司不行，我们就换一家。我爸有个朋友是盛世娱乐的董事，我明天就带你去找他。”林薇的哭声一顿，眼睛瞬间亮了。盛世娱乐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娱乐巨头，比星耀传媒的体量大了不止10倍。真的吗，阿彻？当然是真的，只要是你想要的，我都会帮你得到。不过，我们必须想个办法，彻底解决掉那个麻烦。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我的身上，我心中冷笑。解决我？好啊，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怎么解决我。第二天傍晚，我正坐在窗前看日落，听到楼下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然后是沈彻的脚步声，不是从前门进来的，而是绕到了后院，踩着草坪走到我窗户正下方的位置。我的房间在1楼，窗户对着后院，他没有敲门，而是直接站在窗外敲了3下玻璃。林念，开门。我有些意外，按照他的性格，既然已经解除了婚约，就应该彻底与我划清界限才对。我拉开窗帘，看到沈彻站在暮色中，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你来做什么？我有话问你。我打开了窗户，沈彻翻身进了我的房间，他环顾四周，目光在我书桌上那堆营养学书籍上停留了一瞬，然后将牛皮纸信封扔在我床上。这是你上次体检的完整报告，我托人从医院内部调出来的。所以呢，你想说什么？你那天晚上什么都没吃，但你的血脂和血糖数据却像一个每天摄入5000大卡的人，这不合理。他走上前一步，离我更近了，我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雪松香水味，和林薇用的那款是情侣香。这个发现让我觉得讽刺。沈彻，你搞错了一件事，你不需要知道真相，你需要做的是站到你觉得会赢的那一边。以前你觉得林薇会赢，所以你选了她，现在你开始怀疑了，所以你又来试探我，但你永远不会真正站在我这边，因为你不爱任何人，你只爱你自己。沈彻的脸在那一瞬间变得铁青，他张了张嘴，似乎想反驳，但最终什么也没说。他转身走向窗户，翻出去之前停了一下。林念，不管你在计划什么，别玩火。盛世娱乐不是星耀传媒那种小公司，他们的法务团队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他消失在了暮色中，我关上窗户，拉好窗帘，重新坐回床上。牛皮纸信封还在，我打开它，里面除了体检报告，还有一张协议，照片的背面用沈彻的笔迹写着一行字。他签的是对赌协议，如果3个月内粉丝量达不到500万，他个人要赔偿3000万。沈彻，你把这东西留给我，到底是想帮我，还是想借刀杀人？算了，不重要，重要的是3000万的对赌协议。林薇，你这回是真的把自己逼上绝路了。我将协议和报告锁进抽屉里，然后拿起玉坠。经过这些天的反复使用，玉坠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白色，它的内部多了一丝淡金色的光芒。我能感觉到，它已经和我建立了一种深层的联系。距离越近，效果越强。那如果我站在他身边，站在舞台中央，站在所有摄像机都能拍到的地方，效果会强到什么程度？第二天，林薇和沈彻就去了盛世娱乐，而我则被爸妈看得更紧了。除了送饭，不允许我踏出房门半步。我乐得清静，刚好利用这段时间，仔细研究着玉坠的能力。我发现这个能力的逆转需要消耗我自身的精神力，而且逆转的效果似乎和我与林薇的距离有关。我需要一个能近距离、长时间接触他的机会，并且是在一个万众瞩目的场合。我要让他身败名裂，永无翻身之日。傍晚，林薇和沈彻回来了，两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气。林薇兴奋地挥舞着手里的新合同。爸妈，盛世娱乐和我签约了，他们说我的吃不胖体质非常有话题性，准备为我量身打造一档真人秀节目。什么节目？极限卡路里。节目组会邀请营养学专家和健身教练，全程监控微微的饮食和身体数据。他们要向全网证明，微微就是天选之子，是真正的卡路里黑洞。节目的第1期的直播地点就定在市中心广场，现场还会邀请100名观众互动。市中心广场现场直播，100名观众，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舞台吗？林薇显然也想到了什么，她走到我的房门前，隔着门，用炫耀的语气说道：姐姐，听到了吗？公司为了彻底洗掉我假吃的嫌疑，这次直播会全程使用最精密的人体分析仪，它会实时监测我的体重、体脂率、肌肉量，所有数据都会投放在广场的大屏幕上。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捣鬼。哦，对了，沈彻还说服了节目组，邀请你作为特别嘉宾，去现场见证我的成功。他说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是如何把你踩在脚下，走向巅峰。你可一定要来哦，我亲爱的姐姐。门外传来他们得意的笑声，我靠在门上，缓缓闭上了眼睛。真是天助我也！林薇、沈彻，你们为我准备的这个舞台，我很喜欢，我会给你们，也给所有观众，献上一场永生难忘的表演。第二天清晨，我被一阵嘈杂的声音吵醒，门外传来搬动家具的声响，还有林薇甜腻的嗓音在指挥着什么。
那个柜子往左边移一点，对，就是那儿。我要在这里放一面全身镜，直播的时候能照到全身。我透过门缝往外看，只见林薇正指挥着工人将他的卧室改造成一个小型直播间。他在做准备，盛世娱乐的真人秀还有2周才开始录制，但他已经在为那场直播预热了。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林薇无论吃多少都不会胖。第3天中午，妈妈照例从门缝下推进来一碗白粥和一碟水煮西兰花。我端起碗，刚准备吃，就听见门外传来林薇的声音：“妈，姐姐今天的气色好像不太好，要不让我给她送点水果进去吧？”你少管她，她自己做的。妈，她毕竟是我姐姐嘛，我马上就是公众人物了，要是被人知道我把亲姐姐关在房间里，传出去多不好听啊！妈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听见钥匙转动的声音，门被打开了。林薇端着一个果盘站在门口，脸上挂着标准的无可挑剔的温柔笑容。姐姐，我给你带了些水果，都是低糖的，不会胖的。她走进来，将果盘放在我的书桌上，然后自然而然地在我床边坐了下来，目光在我脸上逡巡。姐姐，你是不是瘦了？每天只吃白粥青菜，当然会瘦。是吗？她凑近了一些，目光落在我胸前。这块玉是外婆留给你的吧？外婆真偏心，明明我才是那个最像她的人，她却把好东西都留给了你。算了，不说这个。姐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来给你送水果吗？来确认我有没有瘦。你还是那么聪明。林薇说完便得意地离开了。当天傍晚，我正坐在窗前看书，外面传来汽车引擎声，不是审车的车，是一辆黑色的商务车，低调但昂贵。这人是谁？爸妈竟对他这么客气，看着不像是亲戚。正在我思索间，房门突然被打开了，不是母亲，而是那个中年男人亲自走了进来。母亲站在门外，表情复杂，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开了。林恋小姐，你好，我叫周鹤鸣，盛世娱乐公关部总监，你可以叫我周总或者周律师。周总监，我妹妹刚签约你们公司，你不去找她，来找我做什么？林恋小姐是聪明人，我就不绕弯子了。你妹妹林薇和我们签了一份对赌协议，这件事你应该知道吧？所以呢？那份协议里有这么一条，如果林薇因个人原因，包括但不限于健康、生育、法律问题，导致无法履行合约，她个人需要赔偿3000万，但公司有权选择替代履行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指定另一个人替她完成合约内容。另外，林恋小姐，你最近瘦了很多，从100公斤到90公斤，只用了7天，这个速度不科学。而今天，你妹妹突然来问你有没有变瘦，她的语气里，我听出了恐惧。所以周总监是来替林薇出头的吗？恰恰相反，我是来替盛世娱乐找退路的。林薇是个定时炸弹，她的吃不胖体质随时可能露馅。但你不一样，林恋小姐，如果你愿意配合我们可以把合约主体从林薇变更为你，3000万的赔偿义务也会随之转移。当然，我们不会让你赔钱，我们会把你打造成新的、更完美的卡路里黑洞。他想让我顶替林薇，不，他想要的不是我，是我身上的秘密。如果我不配合呢？那我就不得不从另一个角度解决问题了。林薇的直播翻车，审车把你的体检报告调出来，舞台上的诡异事件，这些事串联起来，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你身上有某种非常规的东西。我不关心那是什么，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愿意花天价买下它，或者买下你。这是1000万，不算多，但足够你在任何一个城市重新开始。只要你答应我3个条件，这就是你的。条件1，交出你身上那块玉坠。第2，永远离开这座城市，不要再和任何媒体接触。第3，签署一份保密协议，声明林薇的体重变化与你们家族遗传的代谢疾病有关，与你无关。1000万，周总监，你知道如果我把今天你来收买我的录音发到网上，盛世娱乐的股价会跌多少吗？你刚才自己说了，市值蒸发47亿，1000万连个零头都不够。林恋小姐，你多虑了，这是一场双赢的合作。我拒绝。闻言，周鹤鸣的笑容终于彻底消失了。他站起身，收起支票，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林恋小姐，你会后悔的。盛世娱乐的法务团队对付一个22岁的小姑娘，有100种方法，你可以拒绝合作，但你拒绝不了意外。比如，你的体检报告不小心被泄露给媒体，标题可以写“姐姐嫉妒妹妹，自残造假装病”；又或者，你的房间不小心被人翻找过，那块玉坠不小心丢失了，你猜警察会相信谁？周总监，你说完了吗？说完就请出去。顺便告诉你一件事，你进门之前，我已经用手机录了音，从你说1000万到100种方法，一个字不落。如果明天我出了任何意外，这段录音会出现在网上，配上字幕，投放到盛世娱乐所有竞品公司的邮箱里。你猜他们会怎么用这段录音？说着，我从枕头下拿出手机，屏幕上赫然显示着红色的录音波形。
周鹤鸣瞳孔猛地一缩，下意识地伸手想躲，却被我灵巧躲开。周总监，别冲动，这里是居民楼，我爸妈就在隔壁，你要是敢动手，你走不出这栋楼。林念，你比你妹妹难缠多了。好，很好，今天当我没来过。但是你最好把那块玉坠看紧了，盛世娱乐不要的东西，别人会抢着要。他转身大步离去，母亲在走廊里小声问怎么了，被他一个眼神瞪了回去。大门砰地关上，汽车引擎发动，迅速远去。盛世娱乐，他们盯上我了，1000万买我的玉坠，好大的手笔。但周鹤鸣说的对，盛世娱乐不要，别人会要，我必须加快速度了。我迅速将手机里的录音备份到云端，然后把玉坠从衣领里拿出来贴在额头上，闭上眼睛开始用意念与玉坠沟通。这一次不是为了逆转热量，而是为了寻找答案。这块玉坠到底从何而来？还有谁在觊觎它？在敌人找到我的弱点之前，我必须先找到他的全部秘密。第4天，审车来了，我走到窗前，拉开一条缝隙往下看，他正从后备箱里搬出几个大箱子。林薇站在一旁，眼睛亮得像星星。阿彻，这些都是什么？给你准备的直播设备，4K 摄像机、光灯，还有一套收音系统。爸说了，要让你以最好的状态出现在观众面前。林薇踮起脚尖在他脸上亲了一下，然后蹦蹦跳跳地领着他进了屋，然后是长时间的模糊的交谈声。我趴在门上，勉强能听见一些片段。对赌协议的事，你不用担心，3000万而已，我爸那边会兜底。可是万一……没有万一，你的体质就是最大的保障。你说的对，只要有你在，我什么都不用怕。第5天深夜，我被一阵剧烈的腹痛惊醒，猛地蜷缩在床上，冷汗浸透了睡衣，牙齿咬得咯吱作响。怎么回事？下一秒，我听见了林薇在自己的房间里吃东西的声音，是一种近乎疯狂的暴怒般的吞咽。我听见包装纸被撕开的声音，听见食物被大口塞进嘴里的声音。每吞咽一口，我腹部的胀痛就加重1分。我咬紧牙关，将玉坠攥在手心，集中全部意念。这一次，我不会再替你承受。灼热的能量从玉坠中喷涌而出，那股不属于我的能量被我硬生生地推了回去。紧接着，林薇的房间里传来一声短促的惊叫，然后是椅子倒地声和一阵剧烈的撕心裂肺的呕吐声。我松开玉坠，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腹部的胀痛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盈。我做到了，我不再是那个被动承受的容器，我有了选择的权利。我缓缓站起来，走到洗手台前，镜子里的女孩脸颊又瘦了一圈，下颌线锋利的像刀削，我的眼睛亮得惊人，里面燃烧着一种连我自己都陌生的火焰。到了清晨，我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林念，醒了吗？我愣了一下，然后听见钥匙转动的声音，门被打开了。今天你妹妹要去市中心广场直播，你也去吧。沈彻说了，要让你去现场看看。昨晚的事让林薇害怕了，她不确定热量转移系统是不是还在为她服务，所以她让妈妈放我出来，她要把我放在眼皮底下，随时监视。走吧，车在楼下等着。你们是姐妹，要和妹妹和平相处，知道吗？母亲再三叮嘱着，一步一步走下楼梯。经过客厅时，我看见茶几上放着一张报纸，头版是林薇的大幅照片，照片里的林薇笑靥如花，纤细的手臂举着一个比她脸还大的汉堡，眼神里全是志在必得的野心。笑得真好看，可惜这张笑脸很快就要变成全网的笑柄了。我走出家门，沈彻的车停在门口，他靠在驾驶座的车门上，看到我出来，眼神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瞬。你是不是瘦了？可能吧。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拉开后座的车门。我弯腰钻进车里，发现林薇已经坐在后座的另一侧。广场中央已经搭建起了一个巨大的舞台，舞台背景是林薇的巨幅海报，上面写着极限卡路里挑战，见证奇迹的时刻。舞台一侧，一台看起来就科技感十足的人体分析仪已经准备就绪。广场上人山人海，长枪短炮的媒体，举着灯牌的粉丝，还有纯粹看热闹的路人，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我被安排在舞台侧下方的一个亲友席，紧挨着爸妈和沈彻。林念，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看看你和薇薇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我没有理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舞台。主持人在一阵热烈的开场白后，主角林薇在万众欢呼声中闪亮登场。她今天穿了一件紧身运动套装，将她纤细苗条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Hello， 大家好，我是林薇。她和观众打着招呼，引发了一阵阵尖叫。按照流程，她首先要进行一次初始的身体数据测量。她站上那台精密的仪器，很快，大屏幕上就显示出了一系列数据，紧接着是接连不断的欢呼呐喊声。身高168厘米，体重45千克，体脂率18%，所有数据都堪称完美。现场的营养学专家和健身教练也对着数据啧啧称奇，称这是100年一遇的完美代谢体质。粉丝们更是疯狂了。薇薇就是仙女，这个数据太绝了。黑子们看清楚了，我们薇薇是真材实料。期待今天的挑战。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极限卡路里挑战。工作人员推上来了今天的主食，一座由汉堡、炸鸡、披萨、薯条、可乐堆积而成的卡路里山。据专家估算，这座食物山的总热量超过了2万大卡。一个普通成年女性一周的摄入量也不过如此。林薇要做的就是在2个小时内把它们全部吃完。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林薇拿起一个双层牛肉汉堡，开始了她的表演。她吃得很快，也很优雅，每一口都像是在拍摄美食广告。时间1分1秒过去，桌上的食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减少，而林薇看起来毫无变化。大屏幕上的实时数据显示，她的体重甚至还因为身体水分的消耗，轻微下降了0.1千克，全场都沸腾了。天哪，这是什么神仙体质？真的吃不胖啊，太不可思议了。微微，你是我的神。爸妈看得满脸红光，骄傲不已。沈彻更是得意地看向我，眼神里的嘲讽几乎要溢出来。看到了吗？林念，这就是事实，是科学。你那些可笑的谎言，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时机快到了，我攥紧了口袋里的玉坠，在林薇拿起最后一块披萨，准备完成这伟大的挑战时，我站了起来，一步一步走向舞台。我的举动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那女的是谁啊？好胖，好像是林薇的姐姐，心有期待。他要干什么？保安想上来拦我，但沈彻却对他们使了个眼色，示意放行。他大概是觉得我上台是为了当众向林薇忏悔道歉，他想看的就是我这副狼狈不堪的丑态。我走上舞台，在离林薇只有3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林薇看到我，故作惊讶地问：“姐姐，你怎么上来了？是想通了，准备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我道歉吗？”“不，我上来是想送你一份礼物。”我伸出手指向那台精密仪器。林薇，你敢不敢现在再站到那台人体分析仪上面再测一次？你在胡说什么？我现在正在挑战，测什么测？此时，我的手一直藏在口袋里，死死地攥着那枚已经开始发烫的玉坠。这一次，我要的不是延迟，不是折扣，而是瞬间爆发。怎么，不敢吗？你不是卡路里黑洞吗？你不是天生吃不胖吗？区2万大卡，对你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吧？还是说，你吃的那些东西都……我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意有所指地拍了拍自己臃肿的身体。林薇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尖叫起来：“你闭嘴！你这个疯子！”他的失态让现场的气氛变得诡异起来，观众们开始窃窃私语：“怎么回事？他姐姐的话是什么意思？”林薇的反应好奇怪。林念，你闹够了没有？沈彻冲上舞台，想把我拉下去。就在他的手即将碰到我的那一刻，舞台上的林薇突然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她丢掉了手里的披萨，死死地掐住了自己的脖子，脸上露出了极度痛苦和惊恐的表情。我的肚子好胀，好痛！他弯下腰，身体开始剧烈的颤抖。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他那件紧身的运动上衣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隆起，像一个被快速充气的气球。不过是短短10几秒的时间，那个前1秒还身材完美的少女，就变成了一个臃肿不堪、肥肉堆积的胖子。所有人都对眼前这诡异恐怖的一幕惊得失了声。只有那台精密的分析仪，大屏幕上的数据开始疯狂地跳动。体重150千克，体脂率55%。林薇看着大屏幕上的数据，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肥硕的身体，终于崩溃了。不，这不是我，这不是真的，把我的身材还给我，还给我！台下的观众在经历了极致的震惊后，爆发出山崩海啸般的哗然。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他一瞬间就胖了200斤，魔术吗？那些食物，那些卡路里，不是消失，而是延迟生效。骗子，他根本就不是吃不胖，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愤怒的骂声此起彼伏，被欺骗的粉丝将手里的灯牌和矿泉水瓶狠狠地砸向舞台。面对失控的现场，沈彻已经完全呆住了，他僵硬地站在原地，看看林薇，又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迷茫。他想起了我之前对他说的话：“你会后悔的，你今天放弃的，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能接近真相的机会。”真相，原来这才是真相。而我只是静静地站在一片狼藉的舞台中央，我感受着身体里前所未有的轻盈。林薇，现在你还喜欢你这成功的勋章吗？是你干的，你把我的肥肉还给了我。现在才发现，太晚了。你不是喜欢大吃特吃吗？你不是喜欢看我痛苦的样子吗？从今天起，你吃下的每一口都会原封不动地长在你自己的身上，好好享受吧，我的好妹妹。说完，我站起身，迎着无数或震惊或恐惧的目光，一步步走下舞台。沈彻像是突然惊醒，他冲过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林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那不是真的，对不对？他不愿意相信自己一直捧在手心里的仙女，其实是个靠着诡异手段窃取别人身材的窃贼。我看着他这张写满了悔恨和痛苦的脸，只觉得无比可笑。沈彻，我说过你会后悔的，现在游戏开始了，而你连旁观的资格都已经失去了。我甩开他的手，走进了混乱的人群，身后是林薇绝望的嘶吼，是沈彻痛苦的呢喃，是整个世界的喧嚣，而我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安静。结束了，不应该说
属于我的噩梦终于结束了。3天后，盛世娱乐的总部大楼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公关部连发3道声明，先是震惊，再是谴责，最后是解约。声明里白纸黑字的写着，林薇在签约时隐瞒了关键的身体状况信息，公司也是受害者，但没有人买账。网友们翻出了盛世娱乐为林薇买的那些热搜，翻出了沈彻父亲亲自出席签约仪式的照片，翻出了节目组号称科学监测、绝无造假的宣传视频。舆论像一头被激怒的巨兽，将盛世娱乐撕咬得体无完肤。盛世娱乐股价连续3日跌停，市值蒸发超过47亿。董事会今日召开紧急会议，据知情人士透露，董事沈鹤鸣已递交辞呈。沈家的客厅里，沈鹤鸣摔碎了第3只茶杯，而沈彻，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沈家少爷，此刻正蜷缩在书房的角落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那段舞台上的视频，看着林薇臃肿的身体，看着自己冲上舞台时那张愚蠢的脸，然后猛地把手机砸向墙壁。又过了3天，林薇从医院逃了出来，住院部的护士说她半夜趁交班的间隙，穿着病号服就溜了。她打了一辆出租车，来到了沈彻家门口。沈彻，你给我出来！你为什么挂我电话？你为什么把我拉黑？他的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出原来的音色，143公斤的身体依然像一座移动的小山。沈彻站在2楼的落地窗前，隔着玻璃看着他，声音发苦：“你走吧，我们结束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沈彻，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你说你会一直站在我这边，你说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会帮我的。我帮你还不够吗？结果呢？结果我爸丢了工作，我家没了半个家业。林薇，你骗了我，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我没有，我以前真的吃不胖，是林念，是他害的我。够了，我不想再听你说一个字，你走吧，再不走我叫保安了。他砰地关上窗户，林薇呆立在铁门外，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愤怒，猛地拉开铁门，铁门的插销在他140多公斤的体重拉扯下直接崩断了。他像一头受伤的犀牛，踉踉跄跄地冲进了别墅的花园。沈彻，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沈彻听到动静，从2楼跑下来，刚走到楼梯拐角，就看见林薇那座庞大的身躯正以一种不可阻挡的速度向他冲来。他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脚后跟绊在台阶上，整个人向后倒去。别过来！林薇整个人向前扑倒，143公斤的体重携带着奔跑的惯性，重重地砸在了沈彻身上。沈彻的胸腔响起了肋骨断裂的声音。林薇挣扎着翻过身，气喘吁吁地看着身下的人。沈彻，你说话啊！你别吓我！沈彻没有回答。他的瞳孔已经涣散，警车和救护车在15分钟后到达。沈彻被当场确认死亡，死因是肋骨断裂刺穿心脏。林薇被塞进警车的时候还在不停地哭。慢点，头低一下，再来2个人搭把手。不是我害他的，是他自己摔倒的，是林念，一切都是林念害的，你们去抓他啊！有什么事到了局里再说。车门关上的瞬间，林薇从车窗里看到了站在街对面的我，而此时的我身材纤细匀称，下颌线锋利，站在阳光下，像一个与这场灾难毫无关联的路人。林薇隔着车窗对我破口大骂，声音被玻璃隔绝成一片模糊的嗡鸣。我没有回应，只是对着她微微抬了抬手。再见了，妹妹。出租房里，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摸出口袋里的玉坠，仔细端详，玉坠内部的金色光芒比昨天又暗淡了几分，而虎口处那个黑色的灼烧印记隐隐作痛。沈彻的录音足够让他投鼠忌器，但今天在舞台上，我对林薇使用的瞬间爆发，消耗的精神力远超预期。这个印记，它在扩大。我正准备去洗手间清洗，手机突然震动了，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一句话：你毁了它，我会让你付出代价。附带一张照片，是我今晚独自走回家的背影，拍摄角度就在我身后不到10米的地方。竟然有人跟踪我！愣神片刻后，我立刻回神，迅速拉上窗帘，关掉手机定位，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登录林薇的粉丝后援会论坛。果然，首页置顶帖的标题血红刺目，人肉这个妖女为薇薇讨回公道。帖子里她的姓名、住址全被曝光，回帖已经超过3000条，充斥着让她嘎魔法女巫之类的字眼。林薇的极端粉丝，他们不相信什么热量转移，他们只相信自己看到的。我在舞台上攻击了他们的偶像，在他们眼里，我才是那个魔鬼。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轻微的、刻意压低的脚步声，不是一个人，至少3个。然后门锁传来金属摩擦的声音，有人在撬锁。我没有时间思考，一把抓起玉坠，冲到厨房反手锁上门，然后打开窗户。这里是6楼，下面是狭窄的天井。快点，那娘们儿肯定在家。别弄不动，把她绑了，拍视频，让她给薇薇道歉，然后剃光她的头发。我攥紧玉坠，试图用意念锁定门外的人，想把他们的热量逆转。但下一秒，我惊恐地发现玉坠毫无反应。那些人没有暴饮暴食，没有高热量摄入。玉坠的能力只对林薇这种特殊载体有效，对普通人，它只是一块冰冷的石头。该死，这个能力不是万能的，我没办法阻止他们。
这时客厅方向传来门被推开的声音，我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环顾厨房，目光落在燃气灶、一壶食用油和一盒牙签上。虽然我没有超能力，但我有脑子。思及此，我迅速拧开燃气灶，然后将食用油倒在厨房门口的地面上，又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打火机握在手中，最后拿起一根牙签抵在门锁的缝隙里，做成一个简易的卡扣。做完这一切后，我退到窗边朝门外说道：厨房里有煤气泄漏，你们再往前一步，我就点火。6楼爆炸的冲击波足够把整面墙炸飞，你们想给林薇陪葬，我成全你们。门外瞬间安静了，脚步声停了。几秒后，一个男人声音发虚的骂道：我去，他疯了，他真的拧了煤气，我闻到了。撤，快撤！这女的是个疯子。一阵慌乱的脚步声后，是大门被摔上的巨响。我静静地站在窗边，听着那些脚步声越来越远，直到彻底消失在楼梯间，这才迅速关掉燃气，打开窗户通风。此时我手中的打火机已经被汗水浸湿。我赌赢了。其实他们没有闻到煤气，因为我才刚刚拧开，但他们怕了。人总是怕一个敢拼命的人。我没有哭，也没有发抖，只是坐在冰冷的地砖上，把玉坠举到眼前，看着里面那缕微弱的几乎要熄灭的金光。你不是万能的，我知道，但没关系，我不需要靠你一辈子，我需要靠的从来都只是我自己。第二天一早，我搬离了那间公寓，没有报警，因为我知道那些人在网上有成千上万个同类。我在一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做了一整夜，用手机联系了一位做私家侦探的前同事，请他帮忙查那几条短信的来源。3天后，那个发帖的粉丝被锁定，是一个20出头的无业游民，林薇直播间的榜3大哥。得知一切的我没有马上起诉他，而是把所有的证据打包发给了他的母亲。当天晚上，那个账号注销了。我不需要让所有人都理解我，只需要让那些想伤害我的人知道，伤害我的成本他们付不起。3个月后，林薇的案子开庭了，过失致人死亡，判处有期徒刑15年。宣判那天，旁听席上坐满了记者，我爸妈坐在第一排，哭得几乎晕厥。法庭结束后，我站在走廊尽头的窗前，看着楼下记者们蜂拥而上，将刚从法庭出来的辩护律师团团围住。律师，林薇本人对判决结果有什么回应吗？他是否承认自己欺骗了公众？我收回目光，这时走廊尽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是母亲被父亲搀扶着走了出来。看到我的瞬间，整个人像被抽走了最后一丝力气。林恋，你妹妹她这辈子完了，你就不能想办法吗？妈，她打了人，法庭判的，不是我判的。可那是意外，她不是故意的，你是她姐姐，你就这么看着她在里面待15年吗？这是她自作自受，帮不了，你们保重。说完，我转身朝楼梯走去，没有回头。身后传来母亲崩溃的哭喊，被父亲低声的安抚截断。走出法院大门，阳光正好，我站在台阶上深吸了一口气，吸进肺里有一种凛冽的清甜。15年，他欠我的远远不止15年，但这笔账到此为止了。我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手机震了一下，是房产中介发来的消息。1个月后，我在城市另一端的工作室正式开业了。店面不大，40平米，落地窗上贴着“理念营养工作室”几个字。此时，一个年轻女孩有些局促地坐在椅子上。老师，我真的能瘦下来吗？之前试过很多方法，但总觉得看不到希望，感觉特别迷茫。当然可以，但瘦下来不是靠过度节食，也不是依赖那些没有保障的减肥药。那些方法可能短期有效，却容易反弹，甚至伤害身体。真正重要的是，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学会倾听它的信号，和它建立一种健康、和谐的对话关系。可是我看网上说，有些人就是易胖体质，喝凉水都长肉，这让我觉得好像天生就比别人难。其实并没有人生来就注定要胖，每1斤增加的体重都有它形成的原因，每一份摄入的热量也都有它消耗或储存的途径。你需要的不是否定自己，而是找到属于你身体的平衡点，通过科学的方式调整饮食，配合运动，让摄入与消耗达到一个稳定健康的状态。女孩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低头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傍晚，我锁上工作室的门，沿着街边慢慢散步，一边走一边摸着胸前的玉坠。她安安静静地躺着，像一块普普通通的石头。这座城市的夜晚一如既往的喧嚣，而我的脚步却前所未有的轻盈。